大安這份最新財報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他有沒有賺錢，他賺錢這個沒什麼好爭的，問題是這些錢到底從哪裡來，市場又到底在這家公司身上看中了什麼東西。先看數字，油棕業那邊還在撐場，這一季 PBT 做到了6800多萬，木材業那邊銷量看起來是回來了，但翻開賬本還是虧了350萬。這個畫面有點像一桌人在餐館吃飯，油棕一直在買單，木材坐在旁邊講，我會努力，下次請你吃飯。問題是這句話他講了不止1-2季了。市場喜歡這只股票，很大程度是因為 dividend，7個百分點左右的 dividend yield， 在馬股裡面確實算是出眾的。但高股息這件事最多是止痛藥，不是仙丹，它可以讓你拿着比較舒服，但它沒辦法幫你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所以這支片我們不先問大安股息高不高，我們先問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大安今天的高股息到底靠什麼在撐着，還能不能撐着？講到這裡，我們先來搞清楚大安到底是一門什麼生意。很多人看到這家公司，第一反應可能還是木材業的老牌股，在沙拉越賣原木、賣膠合板的傳統生意，這個印象沒有錯。但問題是性質是不是不一樣了？你不能因為一個人以前是運動員，就默認他一輩子只能靠打球養家，他也可以靠代言賭博網站的吗？當然我講的是足球員。所以我們來看數字，大安這一季的 total revenue 大概是4億1000多萬，油棕種植業務做了3億6千萬，佔將近90%，木材做了4900多萬，只佔大約12%。更關鍵的是 PBT， 油棕種植業務這一季的 PBT 做到6800多萬， margin 將近2%。木材業呢， revenue 有復甦一點，銷量也有起色，但 PBT 還是虧了350萬， margin 是負7%左右。所以這不是兩個業務差不多重要的故事。更準確的畫面是，油棕在前面賺錢養公司，木材在後面帶賽。當然不是說木材這條產業完全沒有價值，它如果真的觸底反彈，那當然是 bonus。 但目前財報告訴我們的現實是，撐住盈利，撐住 cash flow， 撐住 dividend 的主角依然是油棕種植業務。講白一點，油棕業就像是球隊裡的絕對主力，木材業現在比較像邊緣球員，順風的時候可以跟着混進去貢獻幾分，逆風的時候他就是那個帶賽的人。所以看大安不能再停留在木材加 plantation 雙主業這個層次，真正要看清楚的是盈利來源已經明顯偏向油棕種植業務了，而木材業現在更多是在影響市場願不願意給它更高的估值，還是要繼續打一點折扣。這也帶出了一個新問題，如果市场開始把大安當成油棕種植業務的公司來看，估值的核心就會換人，油棕價格、油棕鮮果串產量、化肥成本，這些東西就不再只是背景音樂，它們會變成主旋律。所以問題來了，是不是木材業只要銷量回来，就可以從帶賽變成帶財？銷量上來，收入上來，虧損收窄，正常人都會覺得觸底反彈是不是來了？但股票市場跟政治宣言有個共同點，就是它會先給你一點希望，然後讓你自己腦補接下來的部分。這一季大安的木材業確實是讓人看到了希望，原木銷量去到21000多立方米，比去年大概漲了將近200%，膠合板銷量也去到12000多立方米，同比漲了70%多。這個數據看起來很有精神，好像病人從 ICU 走出來，已經可以自己去 Family Mart 買咖啡了。但能走路不代表已經可以跑馬拉松，因為木材這门生意真正決定你賺不賺錢的，不只是你賣多少，是你賣的價格有沒有蓋過你的成本。如果沒有，那你只是很忙着在虧錢而已。大安的木材業現在就是這個困境，原木的平均售價是每立方米$212，同比跌了大概6%，膠合板的平均售價是$437，比起去年也跌了7%左右。Volume 是回来了，上了72%左右，但價格就是没有跟着回来。更麻煩的是 RHB 的報告有提到，膠合板這個 subsegment 的成本比售價更高，在$490，傻子都知道這是一筆虧本的買賣，所以單膠合板就虧了460萬，最後整個木材業的 segment 還是暴虧350萬。所以重點就在這裡，木材業不是沒有動，它有動，只是有點像你很拼命在踩油門，但輪胎不見了，人很努力，車不走。當然需求端也不是完全死掉，日本那邊的膠合板供應受到原材料短缺和供應鏈問題拖累，中東特別是也门的基建需求也還在支撐出口量，
所以不能說木材業完全沒有機會。但有一件事要分清楚，銷量的復甦不等於利潤的復甦，收入的增長更不代表定價權已經掌握在手中。真正要看的是平均售價和成本之間那條價差。那條價差如果沒有修復，賣更多可能只是代表公司更忙，更忙卻不賺錢，真的很冤大頭。所以木材現在比較像一個復甦的可能，售價回升加上成本降下來，它就可以變成 bonus。但如果售價繼續軟趴趴，成本繼續高，它就不是 bonus， 而是繼續變成估值的阻礙。就像一個小石頭一直卡在鞋裡面，你每走一步都會覺得它礙事。所以大安真正撐住市場信心的，暫時還不是木材業，而是油棕種植業務。但油棕種植業務本身也不是沒有壓力。油棕種植業務雖然有賺錢、有產量、有 cash flow， 看起來就是那種很成熟、很穩、很適合拿來派息的業務。但這裡我們也不要太快下結論，油棕種植是現金牛沒有錯，可是現金牛也是牛，它要吃草，要照顧，還會生病。先看數字，這一季大安的油棕業的 revenue 大概3億6千萬 ，PBT 6800多萬 ，PBT margin 將近20%。老實說，這個表現不差，至少它是真的在賺錢，不是靠故事在撐場面。產量這邊也有改善，油棕鮮果串產量14萬5千多噸，同比漲大概 7%。不僅果子變多了，人家的榨油廠也是馬力全開，最後榨出來的液體黃金原棕櫚油直接衝到了6萬5千多噸，比去年漲了將近 7%。從產量來看，油棕種植業這個引擎還是有在跑，不是停在路邊等拖車的那種。但問題來了，產量有漲， PBT 卻比去年跌了大概 11%。為什麼？這一季市場上油棕價格不太給力，跌到了每噸只有4101令吉，跟去年同期一比，硬生生縮水了將近 14%。這就是大宗商品生意最現實的地方。你可以很努力收果，很努力榨油，很努力控制成本，但最後市场價格不給力， margin 就要遭殃。有時候不是公司不努力，是油棕價格比你女朋友的心情還難預測。不過也不能只看短期價格就說大安完全靠運氣，這樣不公平。從結構來看，大安的油棕業務其實有一些底子。油棕樹林結構這塊，管理層有提到年輕樹林的占比在改善。隨着這批樹進入高產期，油棕鮮果串產量應該會有結構性的提升。這個不是靠祈禱天氣好，而是有一定的生物學基礎在裡面。加工能力這邊，大安目前有3間原棕油廠，現在還在砸錢投資第4間，產能每小時可以處理45噸。另外也有跟合作方一起在沙臘越中部的 Tanjung Manes 設置一個棕油倉儲中轉站，目的是提升物流效率和拓展銷售渠道。所以油棕這一塊，大安不是沒有實力，有地有榨油厂，產量在改善，下游設施也在擴充，但代價也在這裡。這些都不是免費的，產量要起來，那就要施肥、錢，工廠要擴充，要 Capex， 物流要改善，也要錢。更麻煩的是 RHB 報告提到化肥成本有上升壓力，管理層預計今年全年施肥成本可能比去年上升 25%到30%， 連第3季度的化肥招標價也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25%。 所以雖然大安還可以靠油棕撐住，但它怎樣都是要看多方面的臉色，比如油棕價格、產量、化肥成本，還有 Capex。 所以油棕業務要繼續賺錢，木材業要繼續止血，公司又要繼續派息，最後問題就會回到同一個地方，現金到底要怎麼分？講到這裡，很多人最關心的 dividend 問題終於來了，這個字一出來，眼睛就會比較亮。沒有辦法，在馬股高股息就是有一種魔力，成長股講未來，跟你老板畫的大餅一樣，而 dividend 不同，是現在就派 bonus 給你。一般牛馬都會喜歡拿了 bonus 就辭職，不是嗎？所以大安這個故事為什麼市場會喜歡，不是沒有原因的。2025年他派了43 dividend， 總額大概176 million， payout ratio 超過80%，這個力度不是隨便講講。balance sheet 也確實強。到2026年第一季度，手上的現金大概有 530.9 million， total borrowings 大概 128.3 million， 妥妥的 net cash company。 這不是那種口袋只有10塊錢還硬要請全桌吃飯的公司，它是真的有現金。但有現金不代表每一塊錢都可以拿來派息，這就是很多人看高股息最容易誤會的地方。董事部每賺1塊錢都要問，這錢要派給股東還是留在公司投資未來？聽起來很簡單，
實際上挺殘酷，因為錢只有一份，要用的地方卻不止一個。油棕樹要繼續結果賺錢，施肥、翻種、園地管理這些都需要錢。第4間榨油廠正在推進中 ，Tanjung Manis 的倉儲中轉設施也在搞。木材雖然虧損在收窄，但它不會自動痊癒，還是在消耗管理層的注意力，也在消耗市場的信心。所以 dividend 真正要看的，不只是 yield 高不高，要看 payout ratio 會不會太緊。Operating cash flow 有沒有真的把利潤變成現金 ？Free cash flow 扣完 capex 之後還有沒有剩？就像出糧之後，你的房貸要還，孩子學費要給，車要修，電視機壞了也要換。有錢家和萬事興，沒錢那就念經，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所以大安的高股息不是不重要，但它不是護城河，不是你判斷風險的唯一標準。真正的護城河要看現金流能不能持續 ，balance sheet 能不能繼續給它彈性 ，capex 會不會吃掉太多現金，木材業的虧損會不會慢慢止血。這一季 dividend 是53，去年同期是13，這個不代表故事馬上變壞，因為大安本來就不是每季固定派一樣的金額，但它提醒了我們一件事：過去不等於未來。以前派得好是事實，以後能不能維持是另一個問題了。這兩個不要混在一起，混在一起很容易把 dividend yield 當成安全邊際，最後發現安全邊際沒有來 ，capital loss 先來敲門。市場喜歡大安的高股息，不是沒有道理，它有 cash， 有棕油，有高派息歷史，所以市場現在給大安的價格不是單純看這季賺多少，它是在壓一個更大的故事。講到這裡，我們就來到這支片最關鍵的問題：如果市場大佬不是看股息買這個股，那到底在衝什麼來買大安？是棕油業務，還是淨現金的結構讓大家覺得它比較穩？表面上看有現金，有棕油業，還有一個木材業在旁邊蠢蠢欲動。如果哪天木材業真的翻身，大家還可以說，你看，隱藏 bonus 來了。這個故事聽起來很完美，而惡魔就藏在完美裡面。剛才已經說了，它是個 net cash company， 這種結構當然讓市場比較安心。但市場現在獎勵的不只是眼前這份財報，市場其實是在獎勵一組假設：棕油業務的盈利可以維持在合理水平，木材業的虧損不會繼續擴大，股息派發不會傷害未來的資本開銷，棕油價格和油棕鮮果串產量足夠撐住現金流。這4個假設，只要大家繼續相信，大安就會被市場看成一間現金充裕、高股息、有棕油業坐鎮的好公司。聽起來很穩，對不對？但在投資裡面，穩這個字有時候不是事實，而是情緒。股息制造安全感，現金給你安心感，木材的銷量復甦又帶來復甦感，3樣東西加在一起，你以為可以睡得很好，其實你更應該跟我一起失眠，在這邊剪 video。當所有好事混在一起，最大的問題就是錢到底夠不夠分。大安不是純棕油股，它是一間 hybrid company， 棕油業務在前面賺錢，木材業在後面帶賽，股息要派，化肥成本還有可能繼續變貴，新榨油廠和倉儲中轉站也不是管理層在會議室動動嘴巴就會自己建好的，這些東西都要花錢，所以市場會很敏感地盯着它的錢怎麼分。派太多，股東開心，但未來產能怎麼辦？派太少，拿去投資未来，理論上是對的，但管理層隨時在股東大會被炮打司令台。如果投資回報還沒出來，木材業又繼續虧，市場情緒就會變得很現實。所以接下來我們不該只是盯股價，有時候就像 KR 下班時間的雨還難預測，我們真正要盯的是3條線。第一條，棕油業的現金產出能力，油棕鮮果串產量要繼續同比增長，因為棕油業是現在的主引擎。如果產量開始放慢，後面很多故事就会開始沒力。棕油價格要維持在能撐住 margin 的水平，而且 operating cash flow 最好跟利潤同步，這樣才健康。第二條，不求木材業馬上變成公司的大腿，只求不要繼續拖後腿，市場就比較容易接受。如果膠合板價格繼續低迷，木材業虧損又擴大，復甦的故事就不成立了。第三條，股息和 capex 的平衡數，股息派發最好由 operating cash flow 撐住，而不是一直靠吃老本。現金多當然安心，但你就不怕坐吃山空嗎？這3條線如果配合得好，大安的高股息標籤還是有支撐的。所以最後說一句，這家公司真正需要的不是木材業突然大翻身，真正需要的是棕油業賺回來的現金，夠不夠撐住股息，撐住 capex，
還順便把木材業這個老問題慢慢扛過去。你覺得大安的木材業務對市場來說是未來的催化劑，還是長期的估值拖累？如果你是管理層，你會優先維持高股息，還是保留更多現金，加強棕油業務的產能和效率？別問如果我是管理層，我會怎樣，因為我早就去沙臘越看書了，誰還會有空在這裡慢慢分析大安這個公司給你看？可惜我不是，所以我還可以制作這些答應觀眾要研究的公司。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點讚和 subscribe，我們下期見。